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中6只，我们把安塔利亚的分全部都 OK 了。哇，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够大只，好像30公分左右，最大，你看厉害。可以啊，一定上得去，只是没有位置做而已。我家你之前有做过吗？我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我一辈子第一次。哦，刚好有另外一台出来了。其实我们现在去的软盘的店是超级有名的，它的名字是 Hacibekir， 什么时候开始？你看这边写什么？1777年，大概有230几年，超过250年了，将近。好玩的感觉，好像这样葱油饼的感觉，这样关起来。你有吃过回转甜点店吗？那这边呢，我看一下，大概会有10几20种的甜点，任君挑选。那既然来到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呢，我们就来搭这个游船。这边看的地方是欧洲，后面就是亚洲。对，没错。哦。经过一连串精彩的公路环游之旅，我们又再度回到了故事的起点——伊斯坦堡。一大早，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面包香和浓郁的茶香。在这座横跨欧亚、千年文化交织的城市，一天的冒险当然就要从最具在地特色的早餐开始啦。那我们要用早餐，土耳其式的早餐来开启今天的第一餐。其实我们的早餐很夸张嘛，这个是早餐的一种，可是比较方便，你带去配一个咖啡还是红茶，你这样就 OK 了。芝麻卷，芝麻卷就是我们不管走在哪里都会看到一个小摊位，上面卖那个叫 simit， 它有另外一个选择，可是我们最爱的是 simit。藏身在加达什塔旁巷弄里的小店，虽然不怎么样起眼，历史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店内最有名的就是每日现烤的 simit， 外酥内软、裹满芝麻的土耳其环状面包，每一口咬下去都充满浓郁的香气与层次。OK， 好，那我们今天来到一间很特别的店，因为 simit 都是小餐车为主，但是这一间是从1960年代就开到现在了。我知道这里是比较有名的，你看很多有超多人，对，早上9点现在超多人，满满的。我先跟你说嘛，怎么吃？最好吃的 simit 是安卡拉的 simit， 所以今天我看看这里的怎么样。重点是这个，你看他们的 simit 已经 OK 了，好香哦。对，因为土耳其人真的超级爱吃汉堡，那个面包，各式各样的面包都有，面包店超级多。Abi ki simit alalım, 2 de çay alalım. Şuradayız. Çayımız gitmiş zaten. Burada oturabilirsin. Burada mı oturuyorsun? Karşımızda. Yok şuradayız hemen bak şu. Zaten çaylar gitmiş oraya, biz 2 simit alalım. 它一个simit多少钱啊？ Bir simit ne kadar? İsmet 25. Ölçü 5 lira, sayı 3 lira. 可以。Teşekkürler. Teşekkürler. 哇，现做就是不一样。大家有看到它上面的芝麻到底有多少吗？你干嘛？我喜欢这样吃。不行啊，这样子。它里面非常的扎实，难怪一定要配红茶或配咖啡。没有了，我直接也吃的，这个味道我们喜欢的，可是你们觉得都没有味道。我们觉得完全没有任何味道，就是有芝麻的香味，跟它炭烤的味道，因为它这边是非常传统的方式，去放到炉子里面，这个这样分量，我觉得我一半应该就饱了。我有的时候，我之前有的时候我早上吃大概6到7个，这个吃6个不可能。我真的，安卡拉simit是比较黑黑的嘛，用特别的一个果酱，比较有味道。每个地方它的 simit 都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对，没错的，伊兹密也不一样，安塔利也不一样。但是这个呢，算是每一个来到土耳其的游客一定要试试看。一口 simit 配一口红茶，一边欣赏加达什塔的雄伟景致，绝对是所有旅人不可错过的感受。幸运的我们还获得老板的邀请，了解传承100年的制作过程。2楼的有些老师们已经准备了，就是2楼到1楼芝麻卷怎么来？你们看这个空的地方，等一下他们教他们在这边几个，可是我也第一次看到，我觉得很特别，看看怎么来。你看，
以前的电梯，对。这个是比较厚的另外一种挖着的，你知道吗？瓜子。挖着的，特别的。其实我们喜欢比较烫的时候吃。对。刚出炉对，的。刚刚有一个先生嘛，他问了几分钟，他说13分钟，他说那我13分钟再来。Church 们，长的3公尺，3米，宽的3米，很大的一个窑烤。我刚刚问了老板，你们一天大概卖几个？他说我不知道，没有算很多。他说没有算很多。在2楼完成基本塑形之后，师傅熟练的把面团揉成环状，再均匀裹上烘香过的芝麻，最后用比人还高的面包铲一一排列进入石炉当中。大概只要10几分钟后，就能品尝到更美味刚出炉的 simi 了。开始声音。哦，很烫，很烫，很烫。哦，有一点烫。那我给一个龙哦。这个是最好吃的样子，刚刚烤好了，很烫，很香。好，很棒。它比我们刚吃的放的，应该说刚烤出来嘛，所以它多了一些焦香味。有一说一，真的是蛮香的。芝麻香的余韵还未散去，属于伊斯坦堡独有的节奏已经悄悄展开。一旁的加拉塔大桥早已聚集满满的人潮，前来朝圣这处全世界渔人必备的钓鱼圣地。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算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叫做加拉塔大桥。对，没错。这边是连接新城区跟旧城区，然后这里就是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没错的。这里你会发现哦，全部都是人在这边钓鱼。我要跟大家讲，我们要血耻。我们在安查利亚有钓鱼吗？一直都没有，你的1分钟没有用。我们在这边一定要挑战一下。对，人家也没有。我相信我们的运气会好的。Selamünaleyküm abi, nasılsınız? Selamünaleyküm. Abi, Merhaba. merhaba. 好，这就是我们的师傅啦。Ustamızdan öğrenelim dedik. 超多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满满的，有没有？老师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对我相信他这么多的货，我们是不用担心的。是这么专业的人，当然是你也会的。OK。他说不是，就是这个，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对，好，好，我怎么？可以。Buyurun siz de. 好，开始。这么快，很快开始。来。你怎么知道这么厉害的？在安塔利亚，我们安塔利亚练习过啊，对不对？什么都不用会，只要会转就好了。然后可以看看你的运气。好。桥上这里之所以成为钓鱼人的乐园，是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交汇的独特地理位置，海流交错导致鱼群丰富。不需出海，只要站在桥上，就有非常高的几率可以钓上鲭鱼和沙丁鱼，偶尔也会有大鱼光顾哦。哇，中6只，我们把安查利亚的份全部都 OK 了。我刚在练习哦，你看。好，我们刚刚原本只是在练习啦，他那个大哥就叫我帮他拿一下，然后开始收一收。我想说，应该没有什么成绩吧？没有，一次来6只。对，连战是连中3元，我们是拉盖，你看。Abi bunun ismi neydi? Xtarit. 他说在这边这个比较多。哇 Aynen abim, sağ ol. Maşallah. Maşallah. Bir tane al göster onu. 哦，亮亮的。他说哪一个？就是这个就好了，亮亮的嘛，所以他们来。这个手要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看到这个颜色，快来吃这个。他们有一点笨蛋吧？他们有一点笨蛋，没有吃的东西。完全不需要鱼饵。当我们在跟这个在打北在讲电话的时候，后面又来了6只，你看。对。哇。你抬脚，你。好 ，OK。这个其实跟我们在船上钓不太一样，我们就是夹着啊，然后放下去就 OK 了。有感觉吗？好像有，对不对？对。因为重量还蛮重的。对，没错。他说可以赚钱，可是没有那么多。哦。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做这个，那他们怎么买？你知道吗？1公斤，他们算1公斤吗？对，1公斤买，我以为是他们买那个留下的餐厅嘛，没有，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人在这边做了，对不对？对。他看到新鲜的鱼，他就买，他直接买。
我说了，那你们卖得很快，他说对了。其实它看得出来，下面真的超级多，它会反光，对，拍得超。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哪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哦，有，非常非常多，那边上百只我看到了，真的有，对不对？对，慢慢。真的不夸张，桥下的海面上波光粼粼，每一个光点都是一只小鱼在摆动身躯，也难怪像我们这样的新手也能满满的收获。Abi sabah kaçta geliyorsunuz, akşam kaçta gidiyorsunuz? Yani kaç saat? Ben saat mesela 7'de burada oluyorum. 早上7点到下午2点在这边，他钓了这个小的嘛。晚上6点之后，他钓这个大的。那所以这个1公斤怎么算？ Abi 1 kilosu ne kadar bunun? 200. 哦，200lira。 200里的，哦呦，那不错那。他们一天7公斤的话，1400。那不错不错。不错的，还有他不认真，认真的话12公斤，你看。越来越多。来，有了，拿起来哦。来起来，已经有一个。几只？已经有一个，继续。哦，只有1只哎。有一个。哇，可惜了，只有1只，但还好有。那没关系，有1只，还好有1只，不错。你一个，真的怎么样都会中哎，真的。没关系啦，你也是一天大概1公斤，对，200里啦，一天赚200里而已。你可以买一个卷饼，鸡肉卷饼。可以。来，战利品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哦，很会反光哎。哦，哒啦。这个其实这个是大概20里啦，20里啦。OK， 好。可以买一个气泡水。听大哥说，对当地人来说，钓鱼远不只是谋生的手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品尝现钓的鲜鱼，可以与老朋友闲聊一整天，更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有一个。有没有？哇，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哇，大概这样大，超级大。来，哇，对，打，够大只哎，大概30公分左右，超级大，这个厉害。而且它不是嘴巴咬到，它是它的背鳍勾到。这个是可以说maşallah。Maşallah。对。Abi bu böyle ne kadar? Kaç para bu? Böyle olsa 150 TL bir şey. 才是150里啦。哦，这一只就150块，哦，一只抵1个小时的工资，它超滑哎，你小心。咕溜咕溜的。大鱼爆桶的收获，让钓鱼人露出满足的笑容，而远处一抹更鲜艳的色彩，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只见糖匠推着小摊在桥上来回穿梭，各种颜色的糖浆更交织成一幅童话般的画面。我在桥上呢，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土耳其人爱吃甜，但是最古早时期，鄂图曼帝国时期的，就是像这样子，原六色的。它中和的，对，中和的，不同口味的。它之前是他说了大概600年的有历史的，它之前是比较好像的加柠檬，对，好像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之前加很多香料。这多少钱？100里啦。那我们来一只吧。Bir tane yapın. Wow, 够满满的，继续给我试试看。试试看。Diyeceksen size de ikram edelim abi. Ya ben pasta yedim. 怎么样？其实蛮好吃的，尤其是它一定要加那个柠檬。 Bir de etiketleyin abi Instagram'dan. 它每一只颜色都不太一样，看老板心情，他要怎么去组合。Sen nerelisin abi? Ankara. Ankara. Biraz aksanı farklı. Bayağıdır oradayım. 它韩系耶，你喜欢了对不对？我觉得很好吃。还有，我小的时候吃这个，可是我觉得还 OK。它会粘牙啦，但是它味道就是比较化学一点。 听土家说，这正是鄂图曼时期流传至今的一种既美观又甜蜜的手工糖果。糖匠就如同彩虹魔法师一般，将糖糕以螺旋的方式裹上木棒，成为土耳其人最甜蜜的回忆。不过要说到这里最让人期待的味觉飨宴，绝对要数这一位。那我
们刚刚在桥上钓完鱼呢，现在要来做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把它吃掉。我们来吃个这个烤鱼好了。你知道，其实我们不太喜欢海鲜。我知道，我已经可是这个对你了不一样的若指掌了。这个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是真的海鲜，真的海鲜是这个。他没有脚，没有吗？但他没有脚你就 OK 对吧？他没有像蟑螂那些脚。好，你现在知道吗？我现在很了解你。没他吧？来了吧 ，listeners。哇，这边已经有了，来，我们就直接进来。哎呀，看。OK。 Başlayabilirsiniz. Şu taraf bizim salata bölümü. 还有沙拉，看 Baharatlar. 起来很丰盛。 Soğan. Ne? Nika. Oo. 2 tane. İyi o da. 我这个声音， Başlıyorum. Buyurun. 这应该是鲫鱼。对，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吃的鲫鱼。 Çıkar ayaklanıyor. 你看里面的什么都会拿，干净。哇，这太棒了，它直接去骨。这我可以，这我可以吃2、3个都没问题。 2、3个。哎，不，我说，等一下。那等一下我们看看你会不会吃2、3个。老板的动作也很帅吧？他动作非常的利落。对。 Özel bir balık baharatımız. 15 çeşit baharat karışık. 这个里面有15个香料，15种香料，对，他们的特色。他们有手机里面说的，这是它的独门秘法。对。哇，生菜，里面有10个不同的生菜，不是这些生菜，有很多菜。对。 哇！ En son dürümün üstüne arkadaş şöyle bir şekil yapabilir mi? 等一下最后我说的他说， 这什么酱料？那个的16只16只哦，因为是土耳其人很喜欢酸的嘛，16只很酸。你看还有加柠檬，哦，很酸，我开心。可以，我的味道就很香了。鱼来了，哦，有鹅吗？我闻到真的饿，真的闻到这个味道之后跟鹅。 难怪他们凌晨的时候这种宵夜吃起来应该。你看我们的烤的洋葱也加，谢谢老板。他感觉都不会烫哦，你看。他们习惯了啦，他们的学生在炒习惯了，对。啊，那个要把它卷起来。对。你看，其实这样子不到2分钟就做好一个人。啊，他们没有加盐吧？他们加油。好，把它盖棉被。对。 近距离看着师傅制作的烤鱼卷饼，就像欣赏一场表演一样。烤至金黄焦香的鲫鱼，在5颜6色的生菜衬托之下，更显得动人与美味啊！涂家，我们来吃这个，趁热吃。它那个香料的味道很赞哎。 Yok abi sağ ol. 超级好吃的。我刚刚的香料好像加的有点多，有点咸。我觉得刚刚好的。你看你又来了。刚刚好的。我反而吃到它比较多青菜的感觉，因为它刚加很多青菜。那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它那个石榴，那个紫姜咬下去它爆汁，哇！其实它每咬一口，它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前面可能在吃青菜跟面皮，那我们现在咬到中部的部分就是鱼，它那鱼料理的很不错，最主要是没有刺，对吧？我觉得没有刺什么鱼都好吃。我不喜欢海鲜的一个人，可是我觉得这个很 OK， 没有鱼的味道。我要给大家看这个切面，这个切面很赞。你看，因为它颜色绿色青菜，红色石榴，然后白色就是鱼肉。你觉得怎么样？我刚原本跟导演说，我吃一半就给他，他帮我解决剩下的。我要收回这句话，因为真的蛮好吃的。还有这个是230，你觉得230 OK 吗？可以。以现在土耳其的物价来说，这个算比较亲民的。因为它你看，我觉得它的这个鱼肉非常的扎实，应该说它的分量够。好，那咬起来再加上饼皮啊、青菜，我觉得是一个蛮健康的。我没有看见不健康，我觉得好吃重要，好吃的话吃。Doğru mu böyle mi? Super。 Güzel. Gel oraya. 还要再贴上。好，可以，好，给两啊，过。这里应该很多人会看到。可以，在这里他们。One shot. Two shot, nice. 一口咬下，海味、炭香和蔬菜的清新在嘴里层层交融。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街头美食，更是千万旅人记忆当中伊斯坦堡的第一口热情与风味。就像来到了热闹无比的独立大街，也有一项不能错过的体验，那就是叮叮车巡礼。
现在来搭这个算是只有一站，好，沿着塔克辛这条非常热闹的地方。 Ett starkare än Korschanes嘛。对， Ja, det väckte karta para ytterligare. 不知道上不上去啊？因为它一般好像有一点久哦。应该是我们上不去，人很多。不知道上不上去啊？应该是我们上不去，人很多。哇，可以啊，一定上得去，只是没有位置坐而已，站着比较好啊。 OK。这觉得可以用吗？哇，人超多的。土家，你之前有做过吗？哦，我第一次。哎，我也是第一次，我一辈子第一次。可是人很多，人超多的。哦，要开了，要开了，要开了。我晚点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我这边可以抓。这速度真的慢慢的，因为人太多了。快的话，大家死掉。对，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哦。哦，刚好有另外一台过来了。 我们刚刚多少钱一个人啊？有100里拉吗？100里拉就是3个人。我一个人30几块。对啊，超贵的。对，但是可以体验看看的，游客来体验。对。在伊斯坦堡的塔克辛广场，有一种穿梭时光的浪漫交通工具——叮叮车。这辆红色的复古电车，从19世纪末期就开始在伊斯坦堡街头行驶，是当地人记忆中的老朋友，也是旅人眼中最具代表性的风景之一。搭上它，不只是交通移动，更像是搭上土耳其的文化轨道，一路向历史的深处驶去。下车，下车，好了。OK。哎，独家嘞，独家嘞，独家，大家起来怎么感觉？有吗？非常好的感觉，我第一次。 对，蛮舒服。还有我们一直在这边走了嘛，其实不用走了，这个比较快。对，真的快蛮多的，快蛮多的。在热闹的塔克辛广场，有一家藏着土耳其100年甜蜜记忆的糖果老店，橱窗里一颗颗色彩缤纷的软糖，像珠宝一样闪闪发光，每一口都是时间的味道。这里不仅仅是买糖的地方，更是旅行者对土耳其最甜美的记忆。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超级多人？这里就是最有名的大街了，对吧？对，它其实这条很长。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最热闹，还有超级多人观光客，你看，最有名，每一个游客来到土耳其一定会买的礼物是什么？当然是软糖。没错，我们来介绍一下软糖的历史好了。对，对啊。其实我们现在去的软糖的店是超级有名的，它的名字是 Hacı Bekir。什么时候开始？你看这边写什么？1777年，大概有230几年。 不超过250年了，将近。你看他的照片吧，太久以前了，太久以前的，大家不知道，其实他的软糖为什么还在这么有名？因为是他们没有用机器，他们不能用机器对吧？对，传统都是用手的嘛。哦，只能用手做，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土耳其软糖这么有名，这么好吃。还有他们用天然的东西，所以不是一般的很多地方你现在知道他们是假的嘛，还是有颜色的东西嘛？他们不是这样的，纯天然，他们有很多致命的。哎呀。 欧洲人很喜欢，希望台湾人也喜欢。之后常常我们吃这个。我们不只吃，我们也要动手做，来看一下吧。我们吃，他们的软糖很多个，不是只是1、2种。1、2、3、4、5，它至少有15种以上的软糖。对，这边的部分是节在里，节在里也软糖的一种，可是它们不一样的。啊，它很贴心。来，谢谢各位。这个是里面有包开心果。开心果的，开心果最贵的。你有发现吗？这个是2次烤过的，软糖也有这种的，有开心果味道的是1次烤还是2次烤？这是2次烤的比较好吃的，比较有烤的味道。甜归甜啊，但是它的开心果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这个可以。对啊，但其实软糖不便宜，它1公斤大概要600-700块，这是最便宜的。你看这个。 有核桃的，有核桃的1公斤要1700里拉。刚刚他给我们的是，你看
1680，刚刚我们吃的是超级贵的，真的不便宜。这家创立于1777年，是一间100年老店，也是软糖的发源地之一。每一颗 Q 弹透亮的土耳其软糖，不只是甜点，更是传承了200多年的职人手艺。这次我们也难得有机会可以向老师学习这个从鄂图曼时期就流传下来的糖果魔法。好，那我们等了很久，我们的糖总算煮滚了。来吧，我们先把它泼洒出去。这个很烫哦，我们要小心一点。对，小心，衣服来的话很麻烦。你看那个声音。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个里面有甜菜糖，甜菜，对，一般的糖粉，还有180度，大概15分钟，它需要煮。煮了之后，在这边先放沙拉油，没有放沙拉油的话，你不会拿起来。对，我们现在等它冷却。对。现在我们等它冷一点。还有老师这个牌子下面35年，35年这个经验。哦，你看，超级，好疗愈哦，那个声音，嘟嘟嘟嘟嘟。他说都是用了为了你们，谢谢。好，接下来呢？对，看它的温度，哎呦，很快，你看。对，这么要你等一下的话来不及。对啊。这个的名字是阿基特糖，阿基特糖的其他的名字是硬糖，超级硬的关系。还有这个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是比奥图曼帝国老的，历史很悠久，超级久的，800、900年的。这个哈吉贝克很有名，对不对？这个是比哈吉贝克之前开始的有名的一个糖，他们现在很有名嘛，所以老师特别帮我说，你看，好好玩的感觉，好像这样葱油饼的感觉，你这样关起来，然后把这个包起来，然后温的，对。哎呦，好饱了。现在他说大概150度，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把它。对，等它慢慢冷。哇哦！目的是每个地方现在和平有那个榛果嘛，所以它一直有这个。让它非常的均匀。现在没有做的话，等一下来不及。等下就直接硬掉。哎呦，可以了。Hocam bunun yanında enerjide patlaması olur. Tabii. 好像做那个麦芽糖有没有？ akışı falan değişir bir yerde, değil mi? 他说之前是他们直接用蜂蜜做的。直接用蜂蜜。对。你看。一个一个这样子。对，1、2、3。现在还是偏柔的。修。你看。之后这样。第一捏。对。这现在大概有50-60度哦。对。哦，还在很烫。对，还在很烫。那你走，我不走。你看，又来了。我帮你了。快！我今天要修呢。你看老师速度变快的，为什么？要不然来不及。但是很烫。没关系，你是 man， 加油。不是你摸当然没关系。现在这里。然后我先吃一个小的，这应该是 OK 了。对，就是麦芽糖啊。小时候吃的麦芽糖，但是真的很硬，大家可以听到那声音。我压的就是麦芽糖，对，小时候吃的麦芽糖的感觉。里面的榛果很大，口味很好吃。这个很赞，因为它前面是麦芽糖的味道，后面你咬到榛果以后，它会炸开，很香，非常的浓醇。对，因为你知道土耳其的坚果都很厉害，坚果类真的都。这些是没有调味的，所以它的原味会直接在你的嘴巴中绽放出来。土耳其软糖最迷人的，除了柔软 Q 弹的口感，用料实在，让人每一口都吃得出职人的细腻与坚持。有趣的是，这份传统的甜蜜也开始出新招喽，竟然用回转寿司的方式来吃软糖，让土耳其的糖果文化填进现代的创意里面。那相信大家都有吃过回转寿司或者是回转火锅，但是你有吃过回转甜点店吗？好，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非常的优雅，非常的高级。那涂家呢，就是让他尽量的吃甜点就对了。好，那这边呢，我看一下，大概会有10几20种的甜点任君挑选。你要的话，就把它拿下来吃。那你看涂家在做什么？他直接把它拦截。哇，这样的来不及吃。巴克拉瓦或者是软糖，跟我们刚做的硬糖也有。但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你先吃，我来讲历史就好了。好，那这个硬糖的历史呢，其实回溯到这个鄂图曼时期。好，那他们当时在行军的时候，总要带一些干粮嘛。那
最快补充你的能量的就是糖分，所以他们随身携带这个硬糖。好，硬糖历史其实是比软糖还要再更久远的，所以他们随身携带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硬糖，好，以便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有能量可以击败敌军。好，好吃吗？给你这个的一般，没事，这个是巧克力。没有，我自己挑。那刚刚这个老板有介绍，这个硬糖它的口味很特别，这个让我很熟悉的感觉，就是树的味道，但是它又有姜的味道出来了。这个巧克力味道的巴克拉瓦超好吃的，你们看，这个有点像姜糖，选择障碍。我只是吃了2个，等一下。哎呀，真的，这个2个就结束了。我们吃个软糖好了，试试看。软糖你吃软糖 ，OK。那你不用担心，其他没关系，你吃这个。我看这个还是这个，我不确定。这也是开心果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刚吃的这个，你觉得我吃这个还是这个？2个都吃？OK， 那我拿了，你确定？他们别的没有那么甜。那我先吃这个，好不好？土耳其人真的很难吃甜。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涂家都说不甜，我说从一开始我真的不甜吗？来一个，他现在讲不相信。这个是你吃，还是你吃我要吃后面那个看起来比较特别，开心果，它都这个油亮的。就像我们也做了 Kunafe， 我们知道它上面是淋了满满的糖浆下去，对，所以绝对甜，放心吧。你有甜，这个是比较还 OK 的，这个是真的甜。来看一下，哇，打开全部都是糖分，这样溢出来。你搞到公博美丁哇，真正。不要浪费，它很贵。但是我觉得这好吃啊，很好吃。它有一个特别的香味。混下来了。那我继续喝，继续吃。即刻救援。你继续吃这个吗？我等一下慢慢吃。不吃的话给我。那你不要，这个是不要浪费，这个真的很贵的，这个超贵的，所以不能浪费这个。这种的一个人750里了，随便你吃。对，随便你吃。他们放这边。700，那有几种可以选择？他们应该是他们确定都有的，10几20种。对，你想要的话吃这个，你想要的话吃巴克拉瓦，你确定都有的。对，那其实蛮划算的。对啊，我已经吃了1、2、3、4、5、6，有没有？有还没。因为你看140个，3个巴克拉瓦就要290，所以你说吃3盘的话就划算了。如果你爱甜食又有选择障碍的话，这款回转寿司软糖不只满足你的味蕾，价格更是甜在心头啊！但别以为土耳其只爱玩新花招，其实在伊斯坦堡里还藏着承载了150年的古老地铁，让人见识到新旧交织的不同风味。刚好，快要离开了。那边吗？这里吧。对呀，一台，只是有一台的位置。所以等他来，好吧，进去。27里了，只是这边了27。它其实这个坡度蛮陡的，大概可能30度左右。那其实这个地铁呢，它算是世界上第2古老的。其实这个坡度蛮陡的，大概可能30度左右。那其实这个地铁呢，它算是世界上第2古老的。对，没错的。第1古老的在哪里？就在伦敦，那1875年就建成了。你看这边的老照片，战争的老照片。可是27里拉我觉得有一点贵，真的。27里拉吗？没有，哎呀，不贵了，吃饭比较贵啊。这个我上次来也没有搭过了。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去太平山有没有？香港太平山看夜景的那个电车。但是也是满满的人啊。150年前的东西，你要速度快吗？也不行快。你去帮忙，去帮忙拉，还是这样。人很多，对。你看有没有154、154年、154年。
上车吧。好，他们那边刹车。它其实就很小，就一节的车厢。按这个打开。我以为是我那个开了，直接吓一跳。我以为不跑了。他说这边是这个好陡啊！没有了。哦，舒服舒服。这边人好像比较少一点。嗯，好。我们这一站比较少人，那边会比较多人。还是几分钟一次有可能我们等15分钟，10分钟之后。哦，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哦。我们看看景点。我们现在。是不是快到了？很快了，好像快到了。300公尺还是400公尺？这么短？啊，才300-400公尺而已。对啊，所以我说27里了，很贵。哦，难怪，我同意你了，难怪贵，真的贵。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们来体验这个感觉。毕竟它是154年的一个高铁 MRT， 我们说 MRT。搭上土耳其最古老的地铁 Tunnel， 有种搭时光机的错觉，也感受到这座城市如何把历史与日常交织得恰到好处。而且在伊斯坦堡还有另外一种独特的移动方式，就是搭渡轮，横跨欧亚大陆。这种时空交错的体验，怎么能不爱上这座城市呢？好，那既然来到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呢，我们就来搭这个游船。我们有大概90分钟，而且超便宜，250块里拉就可以去到这些景点。好，还会绕一圈，然后回来这边。那我们就直接上船吧。250块里拉就可以去到这些景点。好，还会绕一圈，然后回来这边。那我们就直接上船吧。走吧。我们要上去啊！里面有你看哦，小先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好了。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卖部，哦，卖各式各样零食的。因为其实我们有90分钟嘛，哦，非常长的时间，但我们还是先上去看好了。但是好像不少人哦。它其实这边的设计很简单，它就是放2排椅子，然后周围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旁边有沙发，但前面的话就是找位置坐吧。可是大家坐了最漂亮的地方，好位置都被人家抢走了。哎呀，这个椅子不舒服。在这边真心建议大家，下次要搭渡轮游欧亚，真的要早点上船，选个好位置，才能舒舒服服的好好欣赏欧亚沿岸的美景。其实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的好，蓝天没有白云，哦，晴空万里，所以搭这个船的感觉很舒适。这个风这样徐徐的吹，但是不要走到船头，船头真的是会中风的那种感觉哈。那我就买一包饼干，然后坐在这边喝个红茶聊天，我觉得蛮舒服的。还有重点是我们现在找到250里拉的一个位置，我们升等了。我们刚刚坐那个椅子呢不是很好坐，可是你们看我屁股现在更开心的哦。这是一个沙发区，这边不错，对，真的不错的。然后两边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对面前面这边看的地方是欧洲，后面就是亚洲。对，没错。你看那边有多巴巴切那个皇宫，对面是皇宫，然后再过去一点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Beşiktaş。对，没错。我们等一下会通过那条高速公路呢，就是连接亚洲跟欧洲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海上风情。土耳其真的很漂亮，伊斯坦布很漂亮，这很舒服，250块就可以坐90分钟，
哦，让你的整个生活步调慢下来。好的。我第一次做了。我也是第一次做，因为通常如果你说你不想要塞车的话，都是从码头搭那个交通船，亚洲到欧洲其实很快哦，大概10几20分钟，然后班次非常的多，他们上下班也是这样子。对，那这个的话又比较不一样哦，他们还会有waiters 会来可能送一些水果啊，或者是点心哦，但是船上真的比较贵。对，没错的。这杯红茶要50块，我原本想买一包坚果，然后我们这样吃200，我就默默的把它放回去了。那喝红茶就好了。 OK， 等等。我喝完了。啊。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横跨2洲的城市，而渡轮正是当地人最日常的交通工具。左边是欧洲，右边是亚洲，随着船身轻轻摇晃，就像坐在历史与文化的交界线上，一边喝着热腾腾的土耳其红茶，一边享受阳光、海风。这不仅仅是一种移动方式，更是感受城市的深呼吸啊！其实来土耳其我超级不一样的感觉，我也来这里拍影片，可是这是我们一个 team 嘛。对。我发现呢，我现在真的不是土耳其人，我是台湾人。你的身份一直在对调啊。对啊，我不知道的很多地方他们知道，还是你比我多去的地方嘛，土耳其的很多景点，所以我觉得是就是来有感动有开心。可是我最喜欢的，我们很开心的。对，我觉得就跟涂家讲的很像啊。我们在整趟的旅程当中，其实一开始当然大家都不熟，对，是吧？那我们不熟的状况下，就一次相处10几20天。我之前有看过你的 YouTube， 可是我没有认识了，没有认识。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在20几天这样子，关系都非常的好，有说有笑到最后一天。那我觉得算是在整个拍摄当中，对我自己来说也算很放心啊。对，因为其实你看我自己拍片嘛，要突然跟一群人然后相处这么久，在国外，哇，这个真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我觉得算是在整个拍摄当中，对我自己来说也算很放心啊。对，因为其实你看我自己拍片嘛，要突然跟一群人然后相处这么久，在国外，哇，这个真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就是有说有笑，我觉得让整个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不会，基本上没有什么紧张，因为就是很自然的，然后那种再走一遍，然后拍照好看的画面，对我来说就是一切都值得啦，对吧？毕竟这是算是我第一次这样在国外，然后有剧组跟着我拍，我不用自己在那边担心交通、担心住宿、担心吃，这个感觉是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有轻松，当然也有累的地方。累的地方当然就是吃好多甜的哦，哇，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困难。这个一点也没有累。你看，就是这个一点也没有累。我帮你吃了很多甜点的啦。我这必须要衷心的感谢土家，他帮我吃好多。你刚刚说了，我带你们去我的家。Why？ 因为是现在也是你们算是我的一个家人，我真的这个18天我们累了，真的，可是我喜欢这个累，真的我喜欢这个累。就像涂家讲的，就是我们都很享受这个累，相信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眼神，这个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我常常在讲说，一个影片为什么会吸引人，那就是因为我们很真诚的在对互相讲话，好玩啦。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做什么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好玩最重要，那不要去想说后面会有怎么样的回报。那当人家在看到你觉得这个热情被感染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很有趣，对啊，人生就是好玩才重要嘛。为期18天的土耳其之旅，不止完成了我当外景节目主持人的梦想，一路走来更谢谢大家的热情，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土耳其。原来旅行的意义，看不同的风景，认识不同的人，领略不同的美好，踏出自我界限，进而认识不一样的自己。这趟旅程会结束，但探索不会停止，也让自己不再局限于一方天地。下一站，我们一样会带着自由的灵魂和旅行者的信念，再次出发，遇见更宽广的世界。我是自由的旅行者的主持人 Ben， 我们下次见。网络版有啊，你们知道吗？所以记得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有回很多礼物和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